Hello，大家好呀，这里是龙仔，欢迎你来到我的塔罗频道。我目前呢在全网只有开通了 B 站、YouTube，还有就是小红书。那在这3个频道里面呢，B 站和 YouTube 呢主要发的是一些视频的内容，小红书呢则是发布的是一些关于文字相关的内容。如果你感兴趣呢，可以去这3个平台去追踪我的个人账号。好，那回归到今天的视频主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New Jeans 在未来1年的发展。因为之前呢有发布过一期关于 New Jeans 半年内的发展预测，那很多朋友看了那一期视频呢，也觉得里面的占卜内容呢非常的准确，非常对应到他们的发展。那现在呢，那一期的视频的一个预测时间已经是过了，所以呢就应各位朋友们的期待，所以再出一期关于他们接下来的这一个事业发展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走向。目前呢，从视频拍摄的时间来看呢，他们现在呢是跟 Hype 处于一个打官司的阶段，他们现在是被出了一个禁令，所以呢，从今天这一期视频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4月开始到明年的4月，在这一整个1年的时间里面呢，他们又会经历一个怎么样子的跌宕起伏，以及他们的个人演艺事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走势。好的，现在塔罗牌呢都已经抽出来了，那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读牌环节。好，我们可以看到呢，从目前抽到的塔罗牌来看呢，其实 New Jeans 接下来在1年里面的发展，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水岭，就是到了第4个阶段呢，他们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转折。前面呢是他们还在跟 Hype 就是纠纷，跟他们在打官司，或者说他们还在去争取利益的一个过程。那到了第4个阶段呢，他们迎来这个转折点之后呢，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以及其他的变化。那我们就正式的来仔细的来解读一下塔罗牌告诉我们的预测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New Jeans 他们会很快的就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功跟胜利的一个结果，因为这里出现的是这一个宝剑女皇牌。宝剑女皇牌呢，在告诉着我们，他们在接下来的第1个阶段呢，会获得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法律方面也认可的一个好的来说阶段性的结果。因为呢，他们是处于占理的那一方，或者说他们在法律上呢，其实是有他们胜算的那一方，所以他们才会迎来第1个阶段的像宝剑女皇牌这样子，非常聪明、非常睿智，并且大家也认可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跟胜利。那因为呢，第1个阶段的这种小的成果跟好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小的阶段，所以呢，到了第2个阶段呢 ，New Jeans 这一边呢，不仅是他们5个人的这一个 New Jeans 的组合，更多的呢还是包含 New Jeans 处于这一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跟所有的利益相关的人。这一个大的 New Jeans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ompany， 那他们呢这一边呢，到了第2个阶段呢，会迎来一个非常明显的活动期。为什么说是很明显的活动期呢？是因为其实第1个阶段的这个成功，好像是有帮他们解开了一部分的枷锁，所以在第2个阶段呢，他们会非常主动，非常积极的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跟非常积极的去做出一些很明显的举动，并且他们也以一种非常快速、非常坚定、非常势不可挡的一种态度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在第2个阶段呢，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 New Jeans 他们又重新开始去做自己的一些演艺活动，
那这一个呢是相对来说大家可以期望的一个点，但是这不是100%确定说他们一定就可以去执行他们的演艺活动，更多的呢，这张牌还是在讲他们在非常主动、非常积极的去做出一些措施，去在告诉所有人，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在追求着自己的权益，并且是我们是非常积极的去做出一些很实际的一些措施，在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有在非常认真的去争取，我们作为 New Jeans 这一个组合应该可以获得的一些事情，跟我们原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成果，他们在非常积极主动的一些行动，在展示着自己的态度，并且非常努力的去争取，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一个成果，所以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上进的一个主动出击的一个阶段那经过了第二个阶段的这种冲劲之后呢，到了第三个阶段，他们反而会进入了一个非常内缩，或者是说把自己收起来，把自己藏起来的一个阶段。因为第三张牌出现的是隐士牌，这一张牌的出现，它在告诉着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 New Jeans 这一方他们经历过前面这2个阶段2种不同的状态的改变之后呢，他们其实到了第3个阶段会从向外的一个追求跟向外的一个斗争跟主动追求，会慢慢的变为一个向内的探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我们会发现到了第3个阶段的 New Jeans 他们会重新的回归自我，去真正的去思考 New Jeans 这一个团队，或者说这一个标签，这一个符号，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它真正应该传递的东西是什么。整一个团队他们都会进入到这样一种向内探索，真正的去挖掘自我的声音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到了第3个阶段，我们反而会发现他们前面这一种风风火火在行动，去做不同的措施，去做不同的营销，在很主动积极的在去寻求帮助的这个阶段，反而呢很快就会进入到这样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避世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是在很认真的在探索自我，在打磨自我的一个状态。那经过了第3个状态的这一种自我收缩跟自我探索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了命运之轮的逆位。命运之轮的逆位呢，就是证明着其实他们前面这几个阶段呢，还是处于一种跟 Hype 之间一种很明显的斗争状态。那到了第4个阶段呢，他们跟 Hype 之间的打官司也好啊，或者是说利益争夺也好啊，其实是迎来了一个阶段的暂停因为命运之轮它这张牌是一个逆位状态，所以呢，到了第4个阶段，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们之间的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新闻也好啊，或者官司也好啊，反反复复的这种结果，反反复复的争论，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好像是被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是双方都为这一件事情，为这一个新闻呢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不管是实际上的从法律的这个官司层面，还是说从舆论营销的层面，他们都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这里出现了一个停滞的能量。在这一个阶段呢不管说是外界对于他们的一些讨论，还是说他们 New Jeans 他们团队自身对于自我的发展，其实都迎来了一个静止的状态。但是这种静止的状态呢，它只是
表层的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跟现象。实际上呢，他们还是有在很积极的去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去做出一些努力，只是这种努力呢还不足以说让当前这一个暂停的状态真正的去向前走。因为这里出现的是逆位牌，所以他没有办法说马上就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机，马上就从这个转机的一个状态马上就开始下一个全新的行动跟新的发展。所以这里更多的呢还是处于一种暂停，跟迎来一个小转机，并且他们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将这种转机跟将这种机会努力的把它掰正过来，这样子他们的整体的演艺生涯才能够更加顺利的去往下走。那经过了这一个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的转折的机会呢，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了第5个阶段，也就是吊人牌的逆位。第5个阶段呢，相对来说他们会真正的迎来一种心灵的解绑。他们的这种解绑呢，更多的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外界对他们会迎来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评价的阶段。为什么他们会真正的迎来这种解绑呢？外界的这种公正的评价，第一个是法律层面的，因为他们在打官司，对吧？那第2个层面呢，就是大众对他们的评价。那为什么大众会出现这种对他们的这种非常公正的评价？是因为前期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可以让大众获得更多他们跟 HYBE 之间的这种利益争斗的消息。所以当大部分的看客、粉丝，甚至是路人也好，大家可以知道他们之间更多的内幕之后呢，也会对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评价。所以呢，从外部来说呢，大家对他们的这一种真正的他们迎来了第一次的被正义的对待之后呢，所以他们外界层面他们是迎来了一个解绑。那从他们自我、他们自己团队内部以及他们每一个人来说，从他们的心灵层面以及自我成长层面来说，也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以及一个非常大的持久迎新的阶段。为什么他们会在第5个阶段真正的迎来了第一次的解绑？是因为他们前面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成功的，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彻底的成功。他们前面的这4个阶段，其实给他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的个人成长以及个人智慧增长来说，都走出了非常大的一步。第3个阶段，这一个隐士牌的出现，其实它有暗含一个信息，就是这一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在第3个阶段迎来了真正的自我成长，不仅仅只是在于说对于 NewJeans 团队的发展，不仅只是在于说未来的事业发展，其实更多的还是对于他们自我心灵的成长。他们经过了第3个阶段之后呢，他们其实这一个团队每一个人在智慧层级上以及在人生态度上都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跃升。所以呢，到了第5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更多的已经不再说是去向外求了，因为他们自我获得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内核的能量。他们经过第3个阶段的成长，到了第5个阶段，他们已经知道真正可以给予他们力量，以及他们真正可以收获力量的本身就是他们自己。所以呢，第5个阶段他们才有办法从一些争执，从一些困难当中去转变他们的想法，从而去做到一个解绑的阶段。因为第5张牌这一张吊人牌的逆位，
它也有一个暗含的信息，就是他们必须要先经历过一个小的有一种被束缚住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跟事件，并且他们从一个被束缚住的状态当中，凭靠自我的力量，通过转念的想法，然后成功的将自己从这种看似被绑的状态当中去转变出来，然后形成一个自我解绑的状态。那当他们迎来了第5个阶段的这种蜕变之后呢，你会发现这整一个团队都变得非常的强大。好，这个是塔罗牌给到我们的一个信息跟未来的预测的发展。好，最后呢，我们来补充的看一下，好吧？我想看一下的是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他们真正解绑的这一个阶段，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用塔罗牌来看一下。如果塔罗牌能给出答案是最好的，给不出也正常。这样，星星牌。好，没有，塔罗牌没有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但是星星牌的这一个出现呢，有在补充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在第5个阶段迎来解绑之后呢，其实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快，就是他们自我解绑之后，很快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成长跟全新的开始。因为这张星星牌呢，它有讲的一个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关于 New Jeans， 就是他们其实是真正的从第5个阶段开始去放下了过去困住他们的很多事情，不管是过去的荣耀也好，还是过去的一些困难也好，他们在第5个阶段呢，其实是真正的放下了，把自己从拥有很多的一个状态当中回归到0的状态，就像星星牌这一张牌一样，去放下一切，然后把自己投入到海里面，然后去感受海的包围，感受大海的温暖跟滋养。然后呢，抬头一看，前面全是星星，意思就是他们经过了第5个阶段之后，马上的就会迎来一个自我的升级跟全新的发展，对应回他们的演艺生活跟他们的演艺工作，就是他们经历过第5个阶段之后呢，他们其实就会重新的去正常的去运行他们的演艺生涯跟他们的演艺工作了。因为星星牌代表着他们有非常多的力量的支持，不管是人员的支持啊，还是观众的支持啊，都有。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在当中的这种希望的感觉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牌，它是一个被星星包围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只是他们前面是必须要经过这几个阶段的历练跟发展，因为他们必须要有前面的这一些经历，他们才有办法去成长，才有办法去落实到第5个阶段以及第5个阶段之后的星星牌。星星牌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个开始，他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去迎来他们演艺生涯的真正意义上的另外一个开始。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对于本期视频的观看，也感谢大家对于本期视频的点赞和投币。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欢迎大家把这一期视频分享给你的同好，因为我知道有很多 New Jeans 的粉丝也会来看相关的视频，所以欢迎大家也把本期视频去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好。
好吧？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